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7号。昨天的节目，我在节目的末尾呢，向大家报告了我弟弟呢不幸呢英年早逝。那么有很多网友关心，都问我，你这个弟弟是不是你以前在节目里面提到的，在你出狱之后资助你开办广告公司，帮助你扶持你的事业成功的那个弟弟？告诉大家，就是他。那么因为呢现在正在大选期间，所以呢我不愿意呢转移我们大选的话题，因此呢我弟弟的故事呢我放到以后跟大家去说。那么只是告诉大家，确实我这个弟弟给我的事业、给我的人生、给我的家庭帮助都是巨大的。好，我们谈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主要是谈中共呢在最近呢利用美国的宪政危机。大家都知道，美国今年的大选呢是遭遇了一个严重的舞弊事件。在这个舞弊阶段呢，宪政出现了很大的危机。也就是说，媒体是宣布拜登当选了，但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拜登是窃选了。那么究竟拜登有没有窃选，这不凭我们哪一个媒体说了算，也不凭我们哪一个自媒体我们去抨击他，根本没有用。这需要美国的司法调查，就是最终美国的司法部门认定本轮大选最终的胜利者，那么才可以宣布新的总统当选。因此呢，中共他就利用这个空档期，也就是利用11月3号选举总统到第二年明年1月20号新的总统就任的这个空档期，中共就大举的在全球发动各种挑衅，尤其是对中国香港、对香港的异议人士，他们大肆的抓捕，不仅仅是判处了几个香港年轻的反共异议人士，像黄之锋、周庭、林朗言几个人，判处他们几个人的实刑，同时呢，也把黎智英呢再次收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正在通缉抓捕很多香港的民主义士，包括那些民主泛民派的议员。那么其中有一个泛民派的议员叫许志峰，许志峰呢就宣布他已经流亡海外了。许志峰流亡海外以后，中共恼羞成怒，就决定呢封堵了他的账户，也就变成了许志峰议员他自己一家人存在汇丰银行的上百万港币的财产，目前来讲被中共完全冻结了。这简直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是吧？汇丰银行是一个国际银行，并不是属于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它是大英帝国设在香港的已经上百年的一个外资银行。这个银行怎么有权利可以冻结许志峰议员个人的私人财产呢？这是什么银行呢？这个银行难道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吗？所以说，当我看到网络上爆出说是汇丰银行居然冻结了许志峰议员个人的私人账户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香港不是什么一国两制的问题，也不是什么香港一国两制失败的问题。香港现在跟大陆一样，完全是专制社会啊！共产党已经统治了香港的方方面面，连外资银行都被共产党控制。那你说香港还哪来的什么一国两制？哪来的什么港人治港？哪来的什么高度自治呢？香港现在就跟中国大陆一样，完全是被中共专制统治的一块地方啊！也就是说，香港再也没有区别于中国大陆的任何差别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香港民众他们激起的这个反抗，最终就是被中国共产党用强制的专制手段进行无情的迫害和打击啊！那么现在国际社会，也就是美国，它始终在制裁着中共。我们看到，今天美国财政部已经宣布把14名中国人大副委员长列入了制裁名单。这14位中国人大的副委员长，按照中共的这个级别都是副国级，可以讲对这14个人的制裁意义很重大。这14个人被制裁，是因为美国认为他们在通过香港国安法的时候，这14个副委员长他们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政策的制定者，是他们推动了香港国安法在香港的实施。所以说，美国要对这14个副委员长进行打击，这14个都是副国级啊。那么这些人对他们的打击，为什么我说意义重大呢？大家要知道，中共一般来说进入政协、进入人大的副委员长、政协的副主席，多半都是原来的正省级高官，很多人是过去的省委书记，或者是中共要害部门的那些部长。因为年龄到了，所以说呢，要给他们解决一个副国级，把这些人呢安置到人大或者是政协里面，提拔一个副国级。而这些人往往是仕途上已经没有上升的可能了，也就是说无法在党政岗位上继续上升到什么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担任国家总理、副总理，没有这个机会了。但是呢，去搞个副国级的话呢，他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获得他们一个很高的待遇，然后呢准备退休了。在这个过程中的这些官员，他们绝大部分人都是贪腐现象最严重的，因为最后一班了嘛，这是个不劳白不劳嘛，所以说绝大部分的这些官员都是腐败非常严重的官员。那么他们贪的钱都放在哪里呢？绝大部分人的钱都是转移到海外了。
那么毫无疑问来讲，美国是他们转移的一个重灾区，也就是这些人他们会把自己的儿女、小三、情人、自己的私生子，然后大把的财产转移到美国。因此，美国财政部对这14个人的打击，实际上就是对中共这个高层，尤其是中共参与中共政策制定、对香港实施打击国安法的这些主要官员，对他们个人实施了打击。对他们个人实施的打击，再配合于美国宣布共产党员不得在美国办理绿卡，共产党员不得在美国办理入籍美国公民，同时吊销共产党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他们的10年签证只可以允许到美国单次入访30天。那么配合这些政策之后，也就是中共这些高官们，他们存在美国的巨大的财产将会什么？将会被美国要么是冻结，要么你这个财产就白撂在这儿，因为你人来不了了嘛。而且对这14个副委员长进行打击以后，一下子会影响方方面面的人，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下属官员，以及帮助他们制定政策的和他们有连带关系的人，美国会一步一步的实施打击。所以说这一步打击实际上是完全打击到中共高官个人头上。因为中共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邪恶的政党，他们从来没有把党国的利益放在首位，没有一个高官，他们嘴巴上不是讲得很好听，他们要为人民服务，但是他们所有人都是把党国利益置于脑外，把个人利益放到最前面。他们入党升官发财，主要就是为了发财，为了窃取公权力，然后利用公权，然后重保他们家里面的私囊，使他们自己贪腐国家大量的资产，而贪腐的这些资产放在国内又靠不住。因为纪委会来查。第二个，中国的人民币随时可能贬值，因此他们把大量的财产都是把它隐藏到海外的。那么美国的打击毫无疑问来讲，就是把他们藏在美国的这些所有的资产给他们封冻了，然后断绝他们来美国的机会以后，即使是他们在美国有资产，他们也很难把这个资产再取回来。那么美国这样打击以后，其他西方国家会不会跟进呢？显而易见的是会跟进。也就是说，其他西方国家都跟美国实行同样的政策的话，毫无疑问来讲的话，最终中共的高官除了去伊朗、去北朝鲜就没地方去了。所以说呢，美国这个打击呢是实实在在的，一旦打击到个人，这些人就很疼，这些人就觉得为党国卖命，搞了最后就是被人家美国人制裁啊。因此，对于一些年轻的官员，目前还没有制裁到头上的人，他就要掂量掂量啊，值不值得把自己跟着党国干这一生，然后最终获得一个全家人被美国制裁的这个结果。当然你说贪不可能不贪，无非是贪的财产以后不敢往美国存了。但是西方发达国家任何一个国家跟美国都是有引渡条约的，也就是说你存在别的国家不代表美国不可以追究你，更何况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可能是追随美国，和美国出台同样的政策。因此来讲的话，中共这个高官啊，在美国的这次打击下，就会又有一批人受到美国的制裁以后，他们本人呢是感觉到恐惧和感受到打击的压力的。这就是目前来讲美国对中国制裁的这个力度。所以说呢，川普总统虽然他一边要纠正大选舞弊里面所存在的各种不公平事件，一边他的律师团队在不断的上诉，一边呢他仍然要治国理政，同时步步紧逼，对中共进行严厉的打击。因此川普总统连任之后，所有的政策才能连贯，对中共的制裁才可以有效跟踪到位。如果换了拜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网络上很红的这个很红的人是谁呢？叫狄东升，他是中国人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是中共所谓对外战略研究中心的一个副主任。他呢有一个视频发言，这个视频发言里面，他基本上把中共怎么去拉拢外国政要，中共在美国怎么渗透布局的，把这个里面很多内容他都暴露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家伙得意忘形啊！他说，以前从1992年到2016年之间，中美之间各种问题都搞得定，无论是所有危机，不管是银河号事件，还是炸大使馆事件，还是撞了飞机的事件，最终都是床头吵床尾和，最终基本上都在2个月之内我们就搞定了。为什么能搞定？他就自己大言不惭就说，什么原因啊？我们上面有人啊，我们在美国全是核心圈，有我们的老朋友啊。因为我们知道前边特朗普政府跟我们打贸易战，那么我们为什么搞不定特朗普政府啊？为什么以前1992年到2016年之间，中美之间各种问题都能搞得定？是不是？大家发现没有？所有的危机，不管是银河号事件，还是炸大使馆，还是撞了飞机，所有事情全部是床头吵架床尾和，2个月之内搞定。什么原因？啊，这儿我抛出一个可能又要是暴论了，就是因为咱们上边有人，啊，
就是我们在美国的权势核心圈啊，我们有我们的老朋友。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啊，说的白了点儿啊，其实呢，就过去这个30年啊，过去40年，我们在美国的它的这个利用它权势核心圈，是不是？我前面讲过，华尔街在1970年代开始对美国它的内政外交有非常强的影响力，啊，所以我们有路径依赖，是吧？但问题是，08年之后，华尔街的地位下降了。更重要的是，16年之后，华尔街搞不定特朗普，为什么？很尴尬。特朗普以前对华尔街有过一次软性违约，所以双方有矛盾啊。当然，这个细节我就不多说了，时间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是吧？那么，这个中美贸易战过程中，他们也试图帮忙啊。据我所知，美方的朋友跟我讲，这个试图帮忙，但是啊，力有不逮啊。但现在呢，现在我们看到拜登上台了，传统的精英、政治精英啊，这个建制派，他们跟华尔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大家看到吧，拜登的儿子被特朗普说你在全球有什么基金公司，发现没有？谁帮他建的基金公司啊？明白吗？这个都有买卖啊。他非常得意啊，他说我们现在看到拜登上台了，他说在拜登上台之前，到特朗普接任美国总统以后都搞不定了，包括中美贸易战时候，华尔街对白宫的这个作用也下降了，因为川普总统呢跟华尔街的关系不好，他说川普总统在华尔街里面吃过一次软官司，所以说呢，华尔街对川普总统构不成压力了。那么言下之意就是华尔街跟中共关系很好了，所以说这2年呢，美国对我们打击比较大。但是不要怕，这次2020年，我们现在看到拜登上台了。拜登上台以后，传统的政治精英、建制派跟华尔街的关系都密切啊。所以大家看到了吧？为什么拜登的儿子能被川普说你在全球都有基金公司？川普问那个话嘛，显然就是知道拜登的儿子他那么多基金公司，我们谁帮他建立的？不是我们帮他建立，拜登的儿子到哪里有基金公司呢？狄东森已经得意忘形，他认为呢，他自己呢担任过几天的国际关系学院的什么副院长，搞过什么中外战略研究中心，因此他自己就已经不知道自己几两，把党国的所有军国大事全部主动暴露，也就是美国正要抓你中共怎么渗透美国的，正在打击所有中共对美国的各种高层人物的渗透，因为中共拉拢美国各级高层人物，他们使用的手段不仅是金钱啊、美女啊，包括这些总统、这些政客他们的家人啊、他们家人儿女啊，对这些亲属进行金钱美女的俘虏。那些不吃这一套的，不在乎金钱、不在乎美女的，你要换器官啊，所以中共就可以通过大量的器官帮你更换以后，然后就让美国的这些政客最终都被中共俘虏了。狄东森他自己把这些全部暴露出来，就正说明狄东森他是了解一些事情了，但是这个人呢得意忘形，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几两重了。他不断地去透露中共怎么去搞定美国，怎么渗透美国，怎么在美国上层有关系。那么最终狄东森实际上就把中共卖掉了。这个视频在互联网上传播以后，已经引起美国高度的重视。美国很多研究中美问题的专家现在都已经看到狄东森主动送过来的他们渗透美国的这些重大的情报，因此狄东森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了吧？按照中共党内体制内的一些高层人物已经很正路，认为狄东森的问题比那个所谓民主小贩杨恒军的问题要严重的多。因为狄东森的讲话，他的影响非常大嘛，他现在这个讲话已经流传很广了嘛，尤其是在美国打通关节出版习近平的这个治国理政的这本书，这种小道消息实际上在美国已经引起了很多的政治上的反响。当然了，这个二货他耍点小聪明，终于把自己毁了，因为中共肯定要处罚他的。对狄东森的处罚不简简单单是去解除他的职务，很可能狄东森因为泄露党和国家重大机密，弄不好到牢房里面去。他自以为他是人才是精英，他这种人才精英在为党国卖命的时候，党国有可能很快对他进行卸磨杀驴的。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大选这个舞弊事件，目前不断地爆出证据以后，那么所有被暴露出证据的那些人，他们是怎么应对？民主党佐治亚州有一个议员，他在议会的听证上面，他对证人大发脾气。他为什么发脾气呢？是因为证人所指责的事情都是他本人亲身在场的事例。因为很快网友就找到了他有照片显示他本人就是在现场处理那些舞弊选票的当事人之一。他呢后来出面否认，他说照片里的人不是他，因为按照法律呢，
他这个州议员是不可以到点票站直接接触选票的。但是有人现在就把视频给你找出来了，这个视频里面就清楚的显示，他和他的父母都在投票站，这时候你还抵赖得了吗？这个女议员，这个大发雷霆、对证人大发脾气的女议员，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呢？我不知道当地的司法部门难道还不能进入调查程序吗 ？FBI 在哪里啊？司法部长在哪里啊？巴尔在哪里啊？巴尔现在动不动放风说他准备在今年年底就辞职了。巴尔真是个老狐狸，你跑得掉吗？你想辞职就辞职得了吗？如果你本人不作为，或者你玩忽职守，或者你巴尔甚至参与了很多阴谋，你巴尔跑得掉吗？对你巴尔的追究，一定美国的司法部门会调查彻底。最终，如果巴尔参与了所有大选舞弊，或者是帮助掩盖证据，他本人是要付出法律责任的。美国现在的状况，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中国呢有很多公知，我不知道他们是井底之蛙，他们根本看不懂美国大选的形势，还是他们在那个地方闭门造车。中国有大量的公知，他们在网上发表的文章都说是美国，我们要听从美国的那些主流媒体，像 CNN 啊，像华尔街日报啊，像纽约时报，看大媒体怎么说。他们恰恰没有看到，现在所谓的大媒体，所谓的国际主流媒体，基本上都是左派的媒体，都是党派媒体，他们已经再也不能报道事实，完全是不公正的媒体。比方说 CNN， 为什么川普总统把 CNN 骂成他是假媒体？说句真话，川普总统骂 CNN 是假媒体一点都不冤枉，因为在这个媒体里面，其中有一个记者，他长期的卧底以后，他就曝光了 CNN 高层密谋反川的各种行动。著名的调查记者奥基夫，他就对外面曝光了图中的 CNN 的主席叫扎克，他几个月来日常的电话会议录音，彻底揭穿了美国这家媒体的老底。其编辑和报道原则不是为了寻求真相，为普通广大美国民众服务的，而是为特定政治服务势力服务的，这就是假媒体。所以说，我们通过调查记者奥基夫曝光的，看到 CNN 这个总裁他的谈话记录，他的谈话记录就是要求所有的编辑记者一律的抹黑川普，一律的攻击川普，所有关于拜登或者是亨特拜登的丑闻一律不报，所有民主党的那些丑闻一律要掩盖，然后就制造各种假新闻去攻击川普。这就是 CNN 总裁，他不断地交代他底下的编辑和记者就要这么去做。所以说，你认为 CNN 它还是一个媒体吗？它完全是为政治势力服务的，为左派服务的，为民主党服务的一个造假的媒体。它就是民主党的一个宣传工具，就是民主党的喉舌，就跟中国共产党所掌控的中央电视台、新华网、人民日报，你觉得还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说，目前来讲，大选的形势是很清楚的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就在今天，他就明确说到，大选诉讼都解决完以后，才可能宣布本轮总统大选的胜利者。也就是说，诉讼没有完毕，司法程序没有走完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什么大选新的总统诞生的。那些盼望着拜登1月20号赶紧就到白宫就任的人，你那高兴的太早了一点。尤其是拜登呢，急急忙忙去宣布他的那些阻隔名单，要把他民主党里面曾经跟他一起沆瀣一气的人全部拉入内阁。这些人不是要制造美国伟大，这些人要让他们自己先伟大，让他们自己先富裕起来，让他们自己先优先伟大。你看拜登任命的几个人，第一个叫沙利文，沙利文是专门在希拉里通俄门上面去陷害川普总统的首要人选，所以说沙利文现在被拜登结合到他的这个内阁名单里面去。他宣布了布林肯将成为他未来的国务卿，而布林肯是专门帮助拜登去掩盖亨特拜登所有丑闻的人。同时还有一个马约卡斯被拜登也结合到他的内阁里面。这个马约卡斯专门帮助中共在 EB-5， 也就是投资移民的这个项目中，帮助中共的达官权贵混到美国，最终达到渗透美国、攻陷美国的目的。至于那个克里，就是奥巴马曾经担任过国务卿的克里，克里的儿子是专门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一起帮助中国做生意，从中共那里获取利益，中饱私囊的。所以说这一伙人都是出卖美国利益跟中共勾结的人，现在全部要进入拜登的内阁。所以你看看拜登的内阁里面都是些什么人。目前来讲，左派猖獗啊，猖獗到很多人他已经不能够正常的分清是非啊，
台湾总统蔡英文就是这样啊，蔡英文居然恬不知耻，在一个杂志把他评选为当代妇女杰出人选的时候，他感觉到无比荣幸。这个杂志评选出来的都是这些什么人啊？都是默克尔、IOC、金斯伯格、贺锦丽这一类人，这一类人都是反人类的，这一类绝大部分人都是左派，高喊的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把美国变成社会主义，变成委内瑞拉的人。蔡英文和他们上榜，蔡英文自己发了推特，感觉到无比荣幸。我不知道蔡英文你的耻辱感究竟在哪里？就在我准备这个节目，在我节目编辑的时候，美国呢众议院他就在今天刚刚通过了《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案》。这个选择法案呢，实际上就是为香港人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呢提供了一个方便之门。这个法案刚刚在众议院通过，当然了还需要到参议院去审议，最终呢还要总统签字。那么这个法案最主要的是有3条，哪3条呢？这3条主要是第一个是为返港面临政治迫害的已经来到的美国的港人给予他们一个临时身份保护。这就是说，所有在美国的港人，你现在如果你申请，你如果回到香港，你有可能面临着一个政治迫害的话，你可以向美国申请你一个临时保护的身份，这样呢你就不用返回香港，在美国呢你仍然可以安居乐业。那这些人是不是能够获得美国长久的身份呢？那美国呢会对港人呢有新的呢保护措施，有新的解释条款。这是指所有待在美国的目前的港人，首先对他们进行一个保护。如果你认为你回到香港有可能受到迫害，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对那些已经在香港从香港逃离的，也就是加速那些从香港逃离的来到美国的这些人，避免被中共迫害的港人，美国要尽快的给他们身份。那么这些港人呢，无论你现在人在香港还是在世界其他各地，只要你到达美国以后，美国呢都会给香港人有一个呢身份保护，就是保护这部分香港人不受中共迫害。这是第2点。第3点呢，美国最重要的就是把香港看成是被中共迫害的一个独立地区。这个独立地区呢，跟中国大陆呢完全区分开来，这样也就是说，不会把香港他到美国来申请政治迫害的这些人的身份呢，跟中国大陆来申请政治迫害的人的身份呢，把它混在一起。那样的话呢，审理就很慢。他给香港这个特殊地区的身份呢，就使得香港的审理呢会加快，也就是大量的港人，一旦你们进入美国以后，美国给你们的政治身份保护、政治庇护的保护，就会比中国大陆来得快得多。这是美国刚刚通过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案》。这个法案对保护香港人是有极大作用的。最主要，这是根据中共这2天他又开始大肆地抓捕港人了嘛，把黄之锋、周挺、林朗彦，把黎智英又抓捕了嘛。那么你要抓捕人家香港人，毫无疑问来讲，美国就要保护香港人。所以说，美国众议院就在圣诞节前最后这1个月，迅速地通过了《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案》。这个法案呢，会交到参议院。估计参议院呢会在圣诞节前放假之前会把这个议案通过，那么川普总统一签署，这个法案就生效了，这样对大量的港人就有这么一个保护。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真正在维护自由、维护公平、保护香港人的总是美国。无论是美国的议会还是美国的总统，他们都伸出援手来帮助香港民众，防止他们被中共迫害。那么防止迫害是一部分啊，最重要是对中共要有打击啊，要有制裁啊。所以说，国务院今天把14个副院长全部制裁了。很多人觉得不过瘾，光制裁14个副院长不过瘾，要把政治局常委都制裁了，那最好了，最好把共产党推翻了，把共产党完全送进坟墓，就不用制裁了，让共产党滚蛋，这是最好的。是不是美国下面会制裁中共的政治局常委，包括政协主席王阳啊、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啊，甚至习近平本人被制裁，都是有可能。那么就看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到哪一步，实际上就是看川普总统能不能得到连任。川普总统得到连任，打击中共、消灭中共，或者是制裁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都可能成为现实。如果拜登上台嘛，拜登上台就算了，拜登上台是100%跟中共绥靖的，拜登已经准备完全重回奥巴马时期对中国的路线，也就是拜登一旦执政的话，毫无疑问来讲，中共就缓过劲来了，中共就再次回到奥巴马和中共绥靖的那8年，然后中共除了加紧俘虏和颠覆美国的制度之外，中共一定会把台湾打了。如果你不相信，真的如果拜登上台了，你就检验我这句话未来兑现的可能性。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